飞升之地就是这儿了，天庭的追兵马上就到。天劫，天劫，你快来吧！天雷滚滚劈死我，让我原地成神，不然这把真要玩完。蛇妖玄灵，你冒充龙王，僭越香火，如今已无路可走，束手就擒吧。弱水鸿毛不服，飞鸟不渡。现在认罪，免受皮肉之苦。完蛋，只能想办法拖延时间了。你们天庭是年底冲业绩吗？这么点小事儿，非逮着我不放。大胆蛇妖！你冒充龙王僭越香火，偷偷混入瑶池宫宴，不仅偷窃行雨令符，还伤我天兵万余。你现在居然说你什么都没干，看我拿了你泡酒！你们这一个个的，我又不是故意的，别那么小气嘛。他们确实把我当成了龙王，可我确实也为他们降了雨，他们感激我，敬我一点香火，这不过分吧？大胆蛇妖，还在狡辩！所有凡间神职都要在天庭登记造册，由昊天帝册封才能享受香火。大哥说的对，赶紧束手投降，认罪受死！认罪受死！天统21年，3年大旱，田亩尽荒，农民颗粒无收，无米下肚，家中老小死尽，人间如修罗地狱。鸡鸣生路断尽，易子而食，而他们供奉的神明却是信仰如虚无。眼见战火四起，人间香残，却仍然无动于衷。我看见了这一切，没有视而不见、袖手旁观，就是有罪。还有这事？莫不是这小妖在扯谎？实情看来有些复杂。小蛇，好久不见，没想到你也走上了俺老孙的老路。原以为你身份不同，没想到一样要受这帮天庭走狗的欺辱。照这么说，是龙王那老东西干的好事。要是抓他，我倒是可以露两手。小哪吒，听说那蛇妖是继我老孙之后大闹天庭的第2人，厉不厉害？比我如何？大圣，您忘了，我就没和反天庭的人交过手，包括您。哦，也是。国有国法，天有天规，香火之力是3界最强的信仰之力。你冒充龙王，僭越百年。若天下凡人皆不信神佛而被蛇妖误导，只会让3界陷入混乱，天威不在。蛇妖玄灵，你的所作所为必须接受天庭的审判。我呸！你们眼里只有香火之重，看不见众生之苦，有什么资格审判我？今天，要么我沉入弱水，要么你们有来无回。想审判我，还不够格。玄灵，我话已说尽，你既不臣服，那我就不客气。二郎神，还等什么？速速将他碎尸万段，以正天规！无耻蛇妖，拿命来！龙王住手！此次捉拿并不是你的义务，你若来了，只旁观即可，不必插手。他僭越我的神位，不就地斩杀，还审什么审？龙王，终于见着您本尊了。我被叫了几百年的龙王，还不知道真龙王长什么样呢。这种不入流的小妖，怎配见我？不配？我看不配的人是你吧。凡间上万座龙王庙都在祭祀求雨，你都置若罔闻，你有何颜面自称为神？哈哈哈哈哈！荒谬！我是神仙，他们是凡人，我的职责不是让他们风调雨顺，而是让他们知道何为天威。哼，他们窥探天机，
影响我不语。大汉300多年，不是我渎职，而是我特地赏给他们的天威。什么？哎，别投，留些去阿因萨满那儿算一卦，算算啥时候下雨，好播种。对，他算雨水最准，今年的好收成就靠他了。萨满算雨。这位先生，我收摊了。你们这些术士不就是为了金银吗？给我起一卦。我序时收摊，雷打不动，客官明天来吧。我没工夫跟你废话，现在起卦，就算明天雨水，我要分毫不差。明日3分9厘，从辰时到午正。还有要问的吗？居然分毫不差。龙王爷，该降雨了。窥探天机，愚民不敬，以后凡间不会有雨了。什么？怎么回事？阿因萨满竟然不准了！阿因萨满也会错吗？他们自以为窥破天机，对本王不敬。所以说我并未失职，这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内。怪就怪他们不敬天威，该死！我呸！什么狗屁天威，真是畜生不如！小爷我今天就摘了你的龙头，替凡间众生讨回公道！这可是你自己送上门的，本王这就顺手送你归西。龙王，别忘了昊天帝有令，此子要带回斩仙台受审。二郎神君是他要杀我，我为了自保灭了他也不过分吧？龙王恐要灭口，这可不行。我懂了，龙王选在这里动手，是想把这蛇妖打入弱水，无人能渡。大哥说的对，弱水只渡神族，但神族早就跳出3界了。要是这蛇妖不小心踏入弱水，便会永坠虚空，倒是省事了。虽然这小蛇妖有违天规，但也得有审有判，但愿还来得及。4大天王，尔等速去回禀昊天帝，请他处置。小蛇，你尽管打，俺老孙会给你托底。大圣，咱们只看热闹可无趣，开盘赌局如何？你赌谁会赢？自然是胜算小的那个，不然有什么意思？那行，那我就站龙王。要是您输了，可要送我几壶好酒。好说，小蛇，我算的你飞升天阶在即，特来护法，你可千万要扛住啊！龙王老贼，拿命来！哇，这么强的法力对冲，看来这小蛇妖不简单啊！大圣，你怎么一点都不惊讶？哪有，咱专心看戏。怎么，龙王，你也怕虚族落入弱水啊？你这小小蛇妖，受了本属于我的香火，法力竟然这么强，真是窃贼卑鄙！要论卑鄙，谁能比得过你呢？想激怒我，好杀我灭口，没想到没那么容易吧？小心点儿，别把自己折进去了。我刚轻敌了，不代表我灭不了你。我这就让你知道本龙王的厉害！
你这小老儿可真不老实。我这龙镖之中有剧毒，让你法力尽失。现在你跳入弱水，本王就不追究了。可笑，就这点手段就想拿捏我。今天是个好日子，我很快就会恢复法力。什么意思？龙王，你知道我是何时为人间布了第一场雨？下雨了！下雨了！没用的，求了几千次、几万次都没用。乡亲们，会不会是贡品不对？龙王爷吃过山珍海味，这些破烂他才不稀罕呢。让他换换口味，吃我的孩子吧，说不定就有雨了。神仙显灵了！别这样，我有办法。下雨了！下雨了！真的下雨了！那是太师的龙王啊！那是太师的龙王啊！娘娘，恐怕我无法遵循你的教诲。所以呢，你想把这一切推到本王的身上？我当时就在想，当神仙真好，让他们开心，真好啊！布雨、饮水、驱除瘟疫，凡是我力所能及的事，我都想为他们做。他们结亲、安置、生子、科举都来拜我，我眼见这四海升平，凡间喜乐，真好。区区蛇妖，居然在这里装起三圣母！你以为你是上古真神，在众仙家面前讲神性，你真是不知羞耻！造福万民，还要看出身吗？还有，你怎么觉得我不是神族？区区蛇妖，冒充我不够，还想玷污神族，是时候该了结你了。你应该早忘了吧？今天是凡间的3月初3，要祭祀龙王，也就是他们给我续香火的日子。什么？龙王，我的法力就像凡间的百姓一样，即便历经磨难，也生生不息。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你个小小蛇妖，别以为有了香火之力就了不起，在我等神仙眼中，你依旧是蝼蚁。在万民的香火面前，你才是蝼蚁。给我破！怎么这么强？香火之力要以身体为容器，他一个蛇妖怎么会有这么强的身体？怎么样？被蝼蚁碾压的滋味不好受。小蛇妖，你要是敢伤我，就是与整个天庭为敌，你不怕吗？我管他什么天庭，你看好了，这一剑是斩你尸位素餐，通居神位。这一剑斩你毫无悲悯，不顾苍生。什么情况？法杖都被打没了。这最后一剑，就
就斩你毫无悔意。罪该万死！众仙听令，随我救下龙王，捉拿玄灵。斗正圣佛，你这是何意？二郎神别急，我和哪吒在打赌，还没分胜负呢。就是，别打岔啊！龙王是天庭仙臣，不容有失，你们别误了大事。别急，龙王还有压箱底的一招没出手呢，他输不了。玩够了吗，小蛇妖？原本不想让你死得这么难看的。你这种乡野小妖可能不知道，我的龙金鞭是以龙族身体淬炼，传承10万余年。我这一鞭下去，你就会妖丹尽碎，灰飞烟灭。哦，是老东西啊，那就别拿出来用了，得供起来。跳梁小丑，不知死活！这下龙王来真的了。这万年龙金是龙族世代相传的法宝，被抽中一下，那蛇妖的妖丹就没了，任凭多少香火之力都没用。这小蛇呀，没活头了。不急不急，龙王老儿是有神通，但小蛇妖说不定也有奇迹呢。这能有什么奇迹？大圣，你去准备好酒吧。如果这个鞭子只是击碎我那不存在的妖丹，倒是没必要。你竟然敢赤手接我龙金鞭，算你有种！确实好痛，只可惜你活不了了。碎我妖丹，就是你最后的本事。妖蛇妖，去死吧！告诉你个秘密，你想碎我妖丹，但我根本就没有妖丹。什么？嘿嘿。结束了。怎么会？一个妖怪怎么会没有妖丹呢？你到底是谁？我说过了，我是神族，如假包换。大圣，你听到了吗？他说他是神族，女娲等上古神族不是都渡过弱水，跳出3界了吗？这世间哪还有真神？神族自有它存在的方式。什么意思？大圣您信了？我可不信。神族是天地间最强的存在，为什么不出来统治3界？我看呐，是这小蛇妖故意唬人的。这小蛇妖真是说谎成性。这3界但凡有一个上古真神，那就是至高无上的存在，怎么会一点风声都没有？小蛇妖，你可别冲动，二郎神和天兵天将都在呢，你要是敢动我，立刻就会灰飞烟灭。死到临头还敢威胁我，可惜除了天劫，没人能伤得了我。
你又失算了。这些年你没下的，我一并还你。狂妄蛇族，竟敢挑衅先知，当真恣意妄为。这不没杀着吗？真是可惜了。原本你只是僭越香火，现在竟敢冒充神族诛杀仙尘，你可知后果如何？二郎神，我是狮子多了不怕痒，无所谓。再说了，我真的是上古神族，你们为什么不信呢？可笑！上古神族一经飞升，就会跳出三界，不生不死，不堕轮回。这世间还从未有人见过真神，你的冒充经不起任何推敲，拙劣至极。不信，算了。飞升之前我毛都不是，再装下去就要露馅了。我的飞升天劫啊，你什么时候来？弱水噬魂销骨，我不想与你在此动手。要是你能心甘情愿跟我回斩仙台受天规审判，我可以考虑为你求情。算了算了，我可不想欠你人情。再说了，小爷我在弱水可有正事。你有何事？这杨戬看来并不想和我动武，再拖延一会儿，天劫就来了。二郎神，我也算看出来了，这弱水边实在危险，你爱惜将士，不想开战。如果想让我乖乖跟你回去，倒是有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听说三界之中有天道轮盘，可以论真理。要是你赢了，我就跟你回去。好。真是罕见，你们不在瑶池宴看歌舞，躲在这里干什么？三公主，你来的正好，这可比仙娥跳舞精彩多了。三公主，那可是天道轮盘啊，传说中赌上生死的辩论场。这小蛇妖要和二郎神上天道轮盘，他真是不要命了。哦，居然还有人敢挑战杨戬的威严。这天道轮盘可不是一般的阵法，它不以天规为依托，论的是世间真理，人人平等。说话的人还不能违背本心。也就是说，只有问心无愧且顺应天道的人，才能赢下天道轮盘。回头我也玩玩。大圣，不是每个人都像您一样浑然天成。无知蛇妖，你知道天道轮盘的代价是什么吗？输的人可是要受剜心之刑。论天道，你不可能赢过我。那是没遇着我。要是我赢了怎么办？你得给我点好处吧。你真想赌也罢，要是你赢了，我许你一个好处便是。不错，你做人确实蛮公道的。要是你输了，那我束手就擒，成全。天道轮盘，开！自命不凡之人，终会自投罗网。天道轮盘论的是天地真理，正好让这些神仙都看看天规是个什么东西。开始吧，二郎神！天道轮盘汇集三界真理，轮盘指针的方向就是心之所指，自由问答，不能说谎。放心，规矩我都懂。二郎神，既然你要拿我，就说说我有什么罪吧。蛇妖玄灵，其罪有三：以妖孽之身却参与凡间之事，扰乱人间本来秩序，其为罪一无序；冒用龙王的身份受人相服，其为罪二虚伪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你却依旧顽抗，还要伤龙王，此为罪三狂悖。这三宗罪已是板上钉钉的事实，你认还是不认？好，今天我就和你论一论。我问你什么是序？天规便是序。三界守天规才能井然有序，三界没有人不知道。是啊，遵守天规就不会出乱子。错，这不是序，只是你们束住手脚的绳子罢了。强词夺理。那你说，
什么是虚？风霜雨雪，四季应时。生灵安居乐业，三界清朗太平，这才是序。它不以个人意念为转移，是天道中序，这个序才是客观存在。所以，我在人间行雨，不仅没有破坏秩序，反而恢复了秩序，是对人间气候拨乱反正。你说我无序，那不是睁眼说瞎话吗？怎么会？二郎神，要不你现在神认输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。玄灵蛇妖，你只是诡辩罢了，别太得意。我守护天龟上万年，天龟不会有错的。现在你听好了，第二条罪责，你假冒龙王的身份，享用香火，受万民朝拜，是不是虚伪？哪怕是神佛，被人吹捧之时，也很难逃虚伪的假面。你个凡间小妖，怎么逃得过？他一个蛇妖，还想窃取本王的神位，心中必定有鬼，不可能赢。玄灵，你既开了轮盘，可就下不去了。装死求饶也是没有用的。陪你们演一演还当真了？虚伪！我问你，什么叫虚伪？无聊，不要自以为做了好事就正义。只要你存了一丝私心，就是虚伪。那就有意思了。我有什么虚伪可言呢？我受万民香火，没给他们做事吗？我受他们敬仰，没承担责任吗？我所做的一切，并不是为了让他们感谢我，我毫无私心，何谈虚伪？那你为何让他们为你建庙，还受他们吹捧？你不就是想僭越香火，享受虚伪的荣光？得了吧，说起这事儿我还不乐意呢。要不是他们建那么多庙，我能被你们发现吗？我还在凡间过得很逍遥嘛。但现在呢，我被你们追到弱水，退无可退，还等不来飞升，你看我享受吗？你是得了便宜还卖乖，没有凡人给你这个假龙王的香火之力，你能撑到现在，还飞升？别做成神的春秋大梦了。二郎神，你没明白我的意思，不是我要成为龙王，是百姓心中需要我成为龙王。我从未假装，所以谈不上虚伪。什么意思？我是只蛇哎，我从没隐藏过自己的本体，他们难道不知道我是条大白蛇？对呀，龙和蛇长得也不像吧？这怎么能认错呢？他们不叫我蛇妖，而叫我龙王，是他们心中需要龙王，不是他们不知道我是个蛇妖。请问，我哪儿虚伪了？凡间的一切，他都毫不贪恋，即便被捧上云端，依旧知道自己是谁。竟有这样的人，那你被人追捧、受人敬仰之时，就没有一丝沾沾自喜？我可不行。沾沾自喜。不得不说，被人崇拜的时候，我是觉得很高兴。哼，但却不是沾沾自喜，而是……龙王大人，您要是付钱，我可就喊人了。大家快来看呐，玄灵龙王在这儿！不必如此。要的要的，请笑纳。龙王大人，令我开心的事情从来不是被他们崇拜着，而是当我降下一场雨，凡间的枯树生花，庄稼生长，百姓重开市集，安居乐业。我为他们越来越好的生活欣慰着。虚伪这二字，我实在是当不起。他竟然有如此清澈的神性，他到底是什么身份？有意思，受人尊崇却毫无私心，接连驳斥二郎神的2条天规，
却能毫发无伤。还有一项罪名呢，和俺老孙从前一样，狂悖。看他能不能为俺老孙也辩上一辩。狂悖？哼，狂悖这个嘛，我认了。在你们眼里，我一个蛇妖单挑龙王，无视天规，确实有点狂了。但是吧，这是个诡论，因为如果你们不抓我，我就没犯狂悖之罪。这什么歪理？你违反天规，搅乱天庭，这本身就是狂悖之举，任你怎么说也洗不掉。二郎神，那我问你，何为狂？不服天规，得寸进尺，就是狂。不，简单的来说，不切实际的高看自己才叫狂。赢家可没有狂不狂悖之说，只有输家才会被安上这2个字。你承认吗？天规面前，没有赢家。非也非也，就我与龙王对战而言，是我狂吗？不切实际的高看自己才叫狂。龙王明明打不过，却想尽办法激怒我跟我打，那不是自取其辱？所以不是我狂，而是他太狂。没人反对吧？这，二郎神，快帮老夫驳斥这小妖！二郎神，你的天规都是虚伪，只要我容你，这3界之内，谁又敢说我狂？这玄林说话有点意思。原来关键在输赢，这小蛇当真很有意思。二郎神，替本王杀了他！3次驳斥，虽赢了天道，却公然违反天规，不怕被重罚吗？怕什么？天规于我是废纸，于你是准则。或许过了今日，你也会对天规产生动摇吧。它不顺应天道，空有权柄。你赢了，玄灵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，我不会再对你动手。不错，我喜欢你的原则。放心，我也不会打你。看来你好自为之。蛇妖玄灵，哪里去？我正准备回家，怎么？昊天帝您送我？有意思。哦，大圣，你也在？俺老孙刚从灵山出关，出来溜达溜达，碰巧凑凑热闹。大圣，你在灵山修炼，不会插手天庭之事吧？这不好说。你知道俺老孙最见不得仗势欺人，不守公平。本君乃天君，怎会不公？瑶姬，你怎么不在瑶池宴？我眼见瑶池宴的仙子仙臣们都跑来看热闹了，我也来了。罢了，玄灵，远远听到你赢了二郎神的天道轮盘，变得十分精彩，本君很佩服。眼前的昊天帝是3界之主，传说中的天王老子，3界最高战力，突然这么夸我，到底想干嘛？我当着这么多神仙的面说驳斥天规，昊天帝你不生气？哈，规矩嘛，总有疏漏的地方。你既然能在天道轮盘上赢下二郎神，就代表你对规则有自己的见解，这不是坏事。哦，看来你很欣赏我。大圣，此情此景我十分熟悉，这玄林怕是要成第2个比。快住嘴！本大圣最听不得那3个字。玄灵，你本是罪妖，却能辩得过天道轮盘，可见根骨异禀，心智过人。本君封你为思虑正神，专司修正天规疏漏，即日你便可受封神位，自由出入瑶池。这是要我当弼马翁？好诱人的饵！要不是有历史教训，我差点就信。哇，你们抓我闹了半天，是想要请我回去做官啊？早说嘛！可是我闲散惯了，要是上任第1天就废了天规，
那不是闹笑话吗？小爷我说不惯谎话，这老东西笑眯眯的，不像好人。这天劫啥时候来啊？算点到了啊！昊天帝，我实话说了吧，我不受你的官职，你也管不了我。我今日来弱水边，是算得飞升之日已到。我是神族，今日是要飞升成神。小蛇妖，你是冒充龙王不成，又想冒充神族？哼！你若执迷不悟，这罪责恐怕就不能这么算了。我没有冒充啊，你们怎么就是不信呢？你莫不是害怕我真的飞升了，你这三界老大的位置坐不稳了？你放心，我对你的天宫没兴趣，我只想安安静静的做一条贪吃蛇，在没人的地方躺平。今日的事儿，你不说我不说，天下哪有人知道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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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黄口小儿不识好歹，既然如此，昊天帝，我看这小蛇妖和俺老孙当年有些相似，我去劝上一劝。哼，孙悟空。对精怪之流，俺老孙来也！倒是十分有珍惜之情。大圣，二郎神，俺老孙要和小蛇聊聊，你可不能偷听。大圣放心，我自然不会偷听。大圣，我可真倒霉，好不容易躲到今日，结果在半路上被哮天犬发现了踪迹。这天劫还没开始，怎么已经这么艰难了？哎呀，你放心。俺老孙在，自有办法给你护法。还是咱们这3万年的交情铁。补天的最后一块灵石应该就落在这边了。玄灵，你同我仔细找找。玄灵，补天之时灵气太重，用不上的都得毁掉，不然会引发三界动乱的。让开！他现在孕育着生灵，你舍不得。但他不是凡物，除非你能守到他化形的那一天，确保他至纯至善。但凡他生出一丝混沌之念，我会将他立刻毁掉。女娲娘娘曾给我立下了2条规矩：一不可参与凡间的因果，二不可使神族身份现世。介入他人因果会害人害己，让世人看见真神的存在，会给三界惹下麻烦。我破了第1条，就已经殃及凡间了。现在要是飞升，我担心。担心什么？担心我所承载了神族重回三界的因果，害了凡间的人。你这个蛇脑子不行啊！看看现在这个世道，整个天庭沆瀣一气，无人管百姓死活。你的飞升天劫，就是你和凡间唯一的生路，哪怕是为了他们，你也必须飞升。这是俺当年取经路上的护身毫毛，送给你了。别怕，我们也算认识3万年的老伙计了，俺老孙信你。怎样？斗战胜佛，可有说通这小蛇妖啊？说不通，说不通！俺老孙白费口舌，他可不够聪明。玄灵，本君最后问你一遍，你真的不愿臣服于天庭吗？昊天帝，你的利诱也好，威逼也罢，不过是想把我圈在天庭，以我的功绩装点天威。但我已经看透了天庭虚伪的做派，何况我说过我是神族，你们还不够格管我。本君与你荣华，
是本君宽厚，想给你一次改邪归正的机会。你执迷不悟，便是抗旨。3届之内还没有敢违逆本君意思。妖物！妖物！我再问你一遍，诚不诚服？你的力量确实比龙王强多了。既然冥顽不灵，便不必多话。杨戬就地诛杀。玄灵，现在束手就擒，我还能为你求个体面。体面？我玄灵的体面，从不是靠别人施舍。我说一句，给我破！我再说一遍，我是女娲神族，你们谁敢动我？别说梦话了，你要是神族，我就是盘古。二郎神，赶紧把他杀了，为本君报仇。地方！就你们还困不住？二郎神，你方才在天道轮盘前说变赢便不会再对我出招，如今却受人差使杀我，所以你遵循的不是天道，而是天规和权力。说什么你以法度为耻，不过是笑话罢了。我神族之名点拨你们，你们却一个个蠢得可怜。昊天帝算什么？他前一秒许我官职，转头便要取我性命。所谓规则，不过是不合他心意罢了。众位仙家，灭了这蛇妖，还3界清明。这防御结界攻不进去。闪开！二郎神加把劲儿，杀了这蛇妖，为本君报仇！是天地的雷霆之力。他的天劫未到，我现在出手恐会影响因果。俺老孙等会儿再算账。对不起，二郎神，再送他一程吧。二郎神，一旦丢了原则，你的心将永远不得安宁。女娲娘娘，您说的没错，飞升之路并不好走。娘娘，您烧这个干嘛？您就遂了那龙王的愿，不管人间百姓了吗？我们上古神族因身负使命而降临3界，完成使命就该渡过弱水，跳出3界之外。盘古大帝开天辟地后便飞升离去。3万年前，我用灵石补天，顺应天地感召，使世间有了人类。后来3界混沌，是轩辕大帝应运降世，击败蚩尤后功成身退。他们都在命运的洪流里完成着各自的使命，只有我，一切皆因我而起。是我放不下凡间人类，这才一步步害了他们。可这不是你的错，你明明有着高于世间万物的神力，又何惧于天庭那几个破烂小仙？我占卜于水，反而让凡间大旱；我传授神药，反而让瘟疫蔓延。不是你的错，是龙王。那龙王气量狭小，贪图权力，现在3界混乱，正是上古真神该现世的时候。大不了就把这天界仙班洗牌重来，像伏羲大帝治理天下那时一样，让世间回到人皇主宰的时代。时间是不会往回走的，我们得向前看。娘娘，我不明白。你会明白的。不，娘娘。
我不明白，我不明白。不好走，不代表不能走。小蛇，去寻你的天道！娘娘，您忘了，我也是神族，我也有我自己的使命。二郎神，不用谢。来吧，昊天帝，有什么招尽管使出来，别耽误了我飞升。狂悖至极！那是翻天印，可移山填海，引天地之力镇压万物。大圣，这把玄灵算是玩完了。这玄灵怎么说也是在替那龙王收拾烂摊子，做的全是维护凡间的好事。昊天帝为什么要这么对他？俺老孙得去找个人，不然最后不好收场。黄逆蛇妖，去死吧！在他面前，什么香火之力，不过是笑话罢了。哈哈，还是昊天地神武，稍微出手就让这小蛇妖永不翻身。天规就是天规，忤逆天规，这就是下场。众位仙家可别像他一样走错了路。等等，翻天印好像在动。不可能！三界之中，没人能冲开翻天印。真的动了，翻天印要被撑开了。大圣，谢谢你的毫毛，飞升天劫还没来呢，小爷我可得撑住。他到底是谁？就算有毫毛护体，三界之内，怎么可能有人能撑开翻天印呢？这是昊天帝，这天雷像是神族飞升天劫，咱们要不等等呢？弑神可是违反天道，会遭天谴的。哪吒说的是，他能撑开翻天印，又能引来天雷，身份恐怕真的不简单。笑话，神仙打架，风雨雷电皆是寻常，一点风雷也让你们吓成这样。他要是神族，何必在人间偷偷摸摸数百年，还要偷本王的香火？这雷声真是我的飞升天劫来了，我要撑住！怎么？你还有什么手段？都拿来看看！昊天帝，不可！这是天道也看不过去，要让他遭天谴，本君这便顺应天道，送他归西。昊天帝，压不住我！我以神族之躯汇集万民香火，你压不住我！不知死活！你所谓的天道，天道助我，就剩最后一道雷劫，来吧！
狂妄蛇妖，竟敢违我法器，我自有法子杀你！好，喷得好啊！弱水噬魂销骨，他必神魂俱灭。到此为止了吗？这般人物，竟落得如此下场。大圣的毫毛也没保得住他。大圣回来，应该会很伤心吧？怎么这么安静？小蛇妖呢？打赢了吗？小蛇，小蛇，我把女娲娘娘说动了，女娲娘娘来救你了，你在哪里呢？你是不是觉醒了什么神技，躲起来看笑话呢？大圣，是啊，或许有神迹呢。众仙家肃静，现在妖物伏诛，三界清明，这次一定好好敲打凡间，以正天威。昊天老儿，小猴莫急，我还没死。那是。又要动凡人，真当我死了？汝等剑神，为何不败？大胆玄灵，别以为你会个法相就厉害了，在昊天帝面前，你有什么资格这么讲话？聒噪！他真是神族，我是神了。本君事先并不知情，应当也无罪吧？上古真神博爱世人，是不会动杀戒的，对吗？还是你会说话，可惜神族从无戒律之说，只有为天下清扫垃圾之手段。昊天老儿，我一松手，你就会沉入弱水，堕入虚空。你害怕吗？我不怕，没了我，三界动乱，看你怎么收场！动乱？没你，三界就会动乱？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吧？自我制定天规以来，我仙家统领三界，天地人以天字为尊，自然是万物都要服从天威，风调雨顺还是万劫不复，都在我一念之间。这是他们不遵天道的下场。我整治三界，清扫妖邪，不过是顺天道而为。你杀不了我。老儿，你听好了，你的天庭、天威、天规，今日便由我终结。小蛇，不准咬人。女娲娘娘，这真的是女娲娘娘？这人怎么这么眼熟？我只见过女娲娘娘的神像，还没亲眼见过呢。可是女娲娘娘不应该早就跳出三界了吗？怎么会在这儿？大圣，你刚刚金蝉脱壳，就是去请人了吧？嘿嘿，
俺老孙得让此事有个好结果，自然要请人。女娲娘娘，女娲娘娘，我……玄灵，不必解释。这等气势，主神的神性是不会骗人。女娲娘娘，昊天拜见女娲娘娘。罢了，我不是来受你们朝拜的。文天节制，我只是来接我的好徒儿罢了。娘娘，本君是怕玄灵上神扰乱三界秩序，这才是神，让他沉入弱水，永不翻收。哼，我补天造物之时，怎不知世间凡人都是尔等权力的贡品？女娲娘娘，此等祸事皆因龙王迷恋权势，欺上瞒下所致。我这就诛杀龙王，给您一个交代。天帝，300年不降雨，可都是你的授意。没有你授意，我怎敢让人间大旱300年？胡言乱语，一派胡言！女娲娘娘，罢了，你不需要给我交代。玄灵，这是你的劫，也是你的使命，要如何，你来办吧。杨戬，你之前非要抓我回斩仙台，斩仙台是干什么？杀神仙吗？是也不是。斩仙台专门惩罚不敬天规的罪仙，被刑的时的神仙会仙武尽无，法力全失，落入凡间经历生死爱恨7世轮回。如果历劫成功，可以再修仙武，重回仙班。来人，把龙王押往斩仙台！且慢！玄灵大人，还有什么不妥吗？这7世轮回虽受皮肉之苦，但7世一过又能做神仙，这也没什么变化呀。你什么意思？我道行尽失，堕入轮回还不够吗？不够，非常不够。你龙族掌管不语之权，你却因一己私怨断语300年，视万民疾苦为无物，此罪只罚你7世轮回，太不够了。那玄灵大人，您想怎么样？他明明好水却不珍惜，不顾凡间干渴之苦，就该罚他生生世世做一条涸辙之鱼，每一世都需在干涸之地挣扎，体会生生世世干渴而死的感觉。不要，昊天帝，不要！玄灵提议不错，要是不感受失去的痛苦，又怎会懂得珍惜？昊天帝，你觉得呢？昊天敕令，敕。我不要变成甘蔗之鱼，我不要渴死！女娲娘娘，玄灵大人，现在罪仙已罚，人间安定，您二位可以安心离去了吧？哼，想什么呢？人间大旱300年，罪人可不止龙王一个。玄灵，你虽已飞升真神，可我也是三界之主。据我所知，自古以来神族一旦飞升，都要离开三界，这一定是某种天道。你若强留此地，伤害我，破坏了三界的规矩，恐怕天道也不会放过你。你倒是挺敢说呀，不过3道雷劫没劈死我，反而废了你的翻天印，看来正是天道之意，众望所归啊。不，我执掌天地万余年，还从未见过真神干涉我的决定。你们一定是被限制的，你们不能伤害我，不能违背天道。哼，一口一个天道，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天道。后生玄灵，恭请上古真神现世，以正世间道法，护三界安宁。后生玄灵，愿以身开天门，恭请上古真神正世间道法，护三界安宁。吾乃盘古，自万古虚空时生于混沌，是天地初开。此后世间山川河流、沙石草木，自天地间有生灵诞生之时，教人渔猎，计算。吾乃轩辕，自人文初始，肢节社会，购房造车。我击退蚩尤族，吾乃雷祖，在蛮荒时代教人修牧、养藏制衣，普及教化。吾乃神农氏，以身试百草，以寻得世间之道，以双脚逐日。
使之天地日月东升西落，周而复始。上古真神，要么以身开天地，要么以命释医理，要么以言行举止、礼仪规范教化世人，都使得人间繁衍生生不息，这便是道。而你罔顾三界生灵死活，贪图天威之暴权，实为逆天而行，罪该万死。百姓供奉你3万年，抹杀你，确实会引起三界震动。除你之外，三界中自有正义之人，替你制止天地。你既贪食香火，喜欢受万民膜拜，就老老实实的变成一尊金身雕像，永生永世镇守三界，以正天规。谁敢偷东西？哼！自从你改了天规，这三界安定，百姓幸福，俺老孙无人可渡，只好来烦你了。三界之中，你之人何其多！现在三界无尊卑，凡人也能修仙，有的是正义的修道之人来维护人间，我都可以退休了。行，我请你俩喝桃花酿。女娲娘娘走得太着急了，都没给我泡上去。